19條讀完之後，你發現他立法精神只有一項，我就是嚴控出境。換句話說，我能不讓你出境，你趕快能跑就跑。之前的那股東嘛，叫桂民海，他已經規劃成瑞典籍，就後來有事情回大陸去，被扣下來。過沒多久呢，你看到桂民海上電視，公開宣告放棄瑞典籍，回歸中國籍，接受中國法律審判。那如果連已經規劃外國籍的瑞典籍或日本籍的中國公民，中華裔都可以再恢復中國籍的話，台灣人要進到中國籍太容易了吧？大家好，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宏林。再次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哦。我們看到中國國務院公布最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辦法基本上當然中國跟台灣一樣，都有各國我想也都一樣都有一些出國的出入境的一些辦法，但他們顯然現在又針對這些辦法的部分提出一些更新的一些規定這規定當然引起大家許多的關注跟討論當官方是說啦，是為了保護公民的安全是維護國家的利益。當然有法律學者當然提出警告說，這個法的背後可能不單純，有許多可能我們必得要去做關心注意，甚至提醒你趕快跑，能跑能潤快走。到底這個法規裡面的新規定到底有哪些的一些規定，到底跟台灣的民眾跟外國的這些民眾來講有何的關聯呢？我們今天好好來探討一下。那很高興我們再次邀請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譽教授明居正老師好好針對中國這一個針對有關出入境相對新的一些規定，到底我們要注意什麼？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是老師，我們看到中國國務院公布出境入境管理規定儘管它這個新的規範的部分只有19條，但幾乎控制了一個人從這個證件的申請接受檢查是否離境的所有的這些環節那而且賦予國安邊境的人員有更大的一個權限來作為一個所謂的他在審核的這些機制所以為什麼會推出這個規定，在這時候推出，大家一定都會好奇跟懷疑那老師怎麼看待呢？對，他說是9月15號開始正式實施了，但我現在看到消息呢，其實已經開始實施了。最近這個網上有很多討論，從內蒙古到河南到湖北，別的省份我沒看到，至少這3個地方呢都有一般普通人。第一呢，申請護照被拒絕，他現在申請被拒絕，然後沒有給任何理由，他就是一般普通人，沒有什麼特別。那更有趣的就是這幾個地方呢，還有一些別的省份呢，已經有這些醫療體系的，不管是醫師也好，甚至是護士也好呢，被收護照的情況。那有人講得更絕，他說我只是合同工，我的護照被收掉了，然後什麼港澳的什麼旅行的什麼文件被收掉了，所以根本就是禁止出國。所以雖然說是9月15號開始，但是已經開始了。其實這樣講，中共沒有這套辦法以前，或沒有這套法規以前，他們已經這樣做了。現在只是看起來好像守法罷了這第一個。第二，你說為什麼要這個時候推出來？我覺得有幾個因素。第一是美中的貿易戰跟科技戰，讓他覺得我要這個收緊管制為什麼要收緊？我等一下再說。第二呢，他感覺到就是現在全球呢對於中共的敵視的那個氛圍呢開始加強，所以我要管制。第三個呢，因為他也想着將來的衝突啦、戰爭啦什麼等等，甚至說對付台灣的呢，那可能會面臨封鎖，所以他要做一些管制，做一些準備。但我覺得更重要就是在這幾個前提條件下面呢，他擔心大陸的技術外流。高科技 AI 技術啦，或什麼電腦技術、芯片技術呢？第一，技術外流；第二，擔心相關人才外流；第三，相關的資金外流，才推出這幾個法律。所以，就像你剛剛說的，這個新的規定其實才19條，但是呢，規定的其實蠻細密、蠻綿密的。大概有幾個變化吧。第一個是他們建立一個所謂的風險體制風險制度，因為有這風險制度，所以理論上它可以直接就拒絕你出境。就當然它是用勸阻，但是中共的話呢，跟他的這個行為之間常常是有差距的。
嘴巴上說勸阻，實際上就是根本可以阻止，這第一個。第二就是它對於管制的對象呢，比過去增加很多，比如過去對什麼高幹啦或者高管啦什麼等等，現在不是，現在他說對於影響到國家產業安全或技術安全呢，都可以管到，而他用什麼呢？他用可能，可能是一個非常對不起啊不精確的法律用語，因為如果是這個別的國家或文明不是別的國家，如果是文明國家啊，它基本就列冊的，就列冊，就是哪些領域、哪些範圍到什麼級別，那你出境或護照什麼，你要怎麼申請啊什麼的，你有一定的規範的。像我們這些政府官員，對公務人員，比方說到這個港澳地區這個特殊狀況，你就必得要去做一些申請的部分。也就你身份到一定成績以上，然後你就必須申請，申請之後經過審批手續，這個在文明國家、法治國家都會這樣做。中共現在就是可能我就可以這樣做，所以這個比較誇張一點。第三個更誇張是我們看到，這是對中介機構呢，增加了很多的管制。等一下我們詳細談一下，各位就清楚了。所以我覺得這個法律出來呢，第一是時機比較特別，第二就是它的管制對象呢也比過去多了很多。所以這些都是這樣說吧，中共為了應對新形勢、跟新環境、跟新挑戰呢，所做的一些推進的措施。那老師看到他這個為什麼他會這樣子來定他的具體條文啊？什麼叫做要去保護？這聽起來好像很正確的事情。當然，每個國家的政府要保護你的人民，但是這樣子嗎？你剛剛是說看起來他們的規定跟文明國家相比起來不大一樣，我稍微調整一下，大不一樣，不是不太一樣，大不一樣。在比較進步的法律國家或民主國家呢，我們講得很清楚，老百姓有遷徙自由，然後那這就牽涉到旅遊啦、求學啦、經商啦什麼，或者甚至就是探親等等，這都可以包括在裡面。所以遷徙自由是很完整的，這就是一般這個文明國家呢應該有的標準。大陸我剛剛講說，現在對着這個收呢越來越緊。你剛剛說具體條文，我就讀幾個給你聽啊。第2條。然後現在國家建立跟完善中國公民出境的安全風險防範機制什麼的，然後移民機構在這個審批中國公民出入境的時候什麼等等，要提醒準備前往高風險國家或高風險地區的中國公民謹慎前往什麼的，注意安全。這聽起來當然很好了，對吧？好，其中對準備前往風險等級為最高級別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發高發的國家或地區的話，必要時應當勸阻前往。中共所謂的勸阻呢，就是阻止了。大家要知道，中共的行事風格是不一樣的。好，現在我回來談2個高風險國家跟高風險地區啊，比如在打仗的，那沒話講，這很正常。但是呢，什麼叫高風險或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呢？民主國家跟集權國家是不一樣的。民主國家看就是說，你們打仗啦，你們有疾病啊、傳染病啊或天災什麼的呢，所以為了你的人身安全，我不需要你去啊，或者說為了你人身安全，我必須提醒你，你最好不要去。這是民主國家。集權國家的高風險或什麼的，是從政治考量，這地方對這個我們公民什麼等等啊不利什麼之類的，他這樣判斷。所以標準不同，做法不同，這第一個。第二就是勸阻，我剛剛講了，在民主國家如果說勸阻，我覺得真是勸阻；但共產國家或集權國家說勸阻呢，其實是可以阻止的。而且你要知道，大家你只要在大陸生活過一段時間，你就知道了。大陸是這樣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然後底下人辦事情通常是寧左勿右，所以我寧可做得過頭一點點，我不敢放。我若放的話，我就出紕漏。我管得嚴一點點，我最多被老百姓罵，被老百姓罵無所謂。但我怕什麼？我怕被長官盯，長官盯的話我就死了。所以對他們來說呢，他們的執法呢，跟他的法律的文字上呢，絕對有很大的差距。這我覺得，我再說一次，這是共產國家、集權國家跟民主國家呢最大的差別。但除了這個以外啊，其實還有一個蠻重要的部分是，對於一些所謂的重要人才、機密敏感人才，
反正這個剛剛提到的，就是以他自己主觀來界定，他會有一些同樣的這樣人力的一個限制哦。看來好像也在這個法規當中有一些規範，所以這個大家就會很好奇，也很緊張，因為很多台灣到這個中國去工作，或者是中國有許多在國外，他們尤其又談到很多的一些相對學術各方面的交流的這種，所以老師我們看起來裡面也有一部分在針對這一些人來做這一管制，是不是可以請老師分享一下？當然，你從字面看沒有不合理的了，就像中共憲法，你從字面看也都非常好，非常合理。問題是它怎麼執行啊？這是第一個。第二就是我舉幾個條文給你听哈。第4條，中國公民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辦法等規定，可能危害國家的產業安全、技術安全。國務院商務等什麼有關主管部門可以決定不准出境。那麼我們可以舉一個最新的案例，現在是8月份，在今年3月份，大家記得一件事情嗎？美國的公司 Meta， 它要用20億美元呢收購中國的這個一個人工智能的初創企業，叫 Manus， 很有名了，對不對？當時新聞鬧得很大，結果 Manus 2個聯合創始人呢禁止出境，那這件事情就黃掉了，這第一個。第二呢，我們看到我常常講，我說。大陸的法律呢，看起來它一大堆法律，他寫的很清楚，巨細靡遺那些呢，寫的很漂亮那些，他都不會執行。他寫的模模糊糊，用詞呢很寬廣的那個，他會執行。比如說什麼呢？公民有遷徙的自由啦，有什麼這個尋找工作自由啦，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講得這麼清楚了，他不會給你執行。但是可能如何呢？他會執行。我們那不是講說香港國安法就是這樣的嗎？他這邊講說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什麼的，問題是誰來決定可能呢？他把這權力放到哪裡呢？放到了這個入出境的那個關口的地方。在我們剛剛講過，民主國家怎麼擺？我直接就寫在那個條文上面，或我直接就列個清單出來，就貼在那裡。你去這個申請護照或申請什麼時候，他就告訴你。你落到這裡面，你就不要出境了，就這麼簡單。明白告訴你。但是這邊中共講說可能危害，那這個就很寬廣了。所以我剛剛講說，底下執行單位習慣是寧左勿右，然後我寧可錯殺1萬，我不敢錯放1個。所以到這最後結果就是他要卡得非常近。所以一開始我為什麼講，我說現在在美中科技戰打得這麼激烈的情況下。中共擔心如果他說我的 AI 這麼厲害，我的 DeepSeek 這麼厲害，什麼等等，那相關的人士你就不要出去了。所以我擔心什麼呢？第一，我擔心這個美國挖我腳；第二，我擔心什麼呢？技術外流；第三，擔心人才外流。說起來擔心什麼呢？擔心人才出逃了，對不對？這個人很清楚了。再來這幾年呢，大陸流行一個詞叫做潤，大家有印象？這個我們過去都講過潤。換句話說就是想跑，大家說有走線啊，從墨西哥怎麼走進美國去，連大家那個地圖都講得清清楚楚，從哪邊進去啊，哪邊最容易進，哪邊關口比較鬆，哪邊什麼，你穿過叢林啊，經過多少天，走多少時間，你就可以穿過去了。如果大陸的那些像那個手機的訊息上都可以看到這東西的話，那比方說跑出去人非常多。那潤呢，我們這樣講哈。走線呢是比較窮的人去走法，有錢的人呢就潤出去，所以不但人出去呢，資金也出去。所以中共擔心除了剛剛講的科技人跟技術之外，他擔心資金流出去。現在國際有統計啊，大陸我現在這個數字剛好不在手頭上，過一陣有機會我們來補一下。大概這幾年呢，外逃出去的有錢人呢，以大陸最多。大陸最多，我忘了數字，但是大家可以查得到。然後這個規定呢，我們可以想象得到，一定延伸到香港，所以請香港朋友呢特別注意。好，這是第4條的規定。第3條的規定，移民機關什麼等等，看到這個出境人的這身份的時候呢，我可以詢問相關情況，這是正常的。要求他出示提供有關文件，正常。要求出示資料，正常。然後必要的時候，我要看你的電子數據。我要看你手機啦、
然後看你的社群啦，然後看你的這個電腦啦，或看你什麼東西。那麼也就是執法人員呢，他在緊急情況下呢，他會看這些東西。當然，每個國家都可以這樣做，但他基本上呢要有法律規定。現在中國大陸問題就是他們的守法情況呢，比文明國家差得非常非常遠。我自己就親眼看過，我也碰過，所以這個話呢也不是亂說的。那麼也就是說，一旦中共這樣寫了之後呢，他這樣做的事情呢，一定超過這個文字所說。所以這個呢，我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不管是辦出入境業務的這些中介機構啦，然後甚至是開始希望他們也必須要向移民局來做備案。這部分老師又怎麼看呢？嚴格說，就是也沒有什麼不妥。就是你要求這些中介機構登記什麼，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你剛剛不是說它全部條文19條嗎？我仔細看一下，規範中介機構的條文有幾條？有4條，比例算很高，非常高。19條裡面有4條，換句話說22%吧，這是很可怕的數字。我譬如說第7條啊，中介必須什麼去登記啊，什麼這個正常啊。機構要去登記，人員要去登記啊，這個就比較奇怪了。一般來說，登記機構就夠了啊。這第7條。第10條說，中介機構不得發布假消息，然後招攬生意，不能夠辦這個提供虛假材料、辦理簽證，這都是正常的。然後不可以泄露你在這辦理這個過程當中所知道的業務機密或商業機密、個人隱私什麼的，也都是對的。然後什麼超出備案範圍，從事什麼出入境什麼中介什麼的，然後組織或協助他人辦的時候，從事跨境違法活動什麼，這也都合理的。更重要的是什麼？危害國家安全利益或擾亂出境入境關係秩序的其他行為，重點在“其他”2個字。這個東西一出來之後，無所不包了，沒有什麼不在裡面了。當然還規範說什麼，他不可以隨便幫公職人員或軍隊人員去辦這些什麼居留啊、永居啦或簽證什麼等等。那12、13條呢是罰則，這些坦白說，我覺得不應該定到母法裡面。這個應該通過定到什麼？定到這個細則管理辦法的細則裡面，就因為他自己講了，針對中介呢，他專門要另立專項來規範，那你就擺在專項裡面就好了，怎麼會擺在這裡呢？這是很奇怪的。那麼正面擺就比方說，我政府對中介呢壓力加大了，中介機構一旦面臨這麼大壓力的時候，你覺得他們會怎麼做？他主動會去做，對不對？他免了麻煩，然後他也會提高警覺，他會加深這個審核的過程。也就是說，從中介開始呢就有卡人，我們就剛剛不是講說政府機構有卡嗎？中介開始就有卡，所以中介最後就是說你不能出境，然後你不能辦什麼等等。我在台灣辦過很多次出境了，那有時候這中介跟我講說辦不出來，我說沒關係，你等一陣子再去辦一次看，就辦出來了。那他們覺得很奇怪，我說因為我知道他們的規範，因為有的時候呢，它那裡面會有這個我們叫做小蟲了，它的那個程式當中會有問題，那等到過段時間它自己會修補，那完就可以了。但是中共的看法不是這樣，中共的看法你仔細讀完之後呢，他把中介當作第一線的審查機構，就是我政府要審，但我先讓中介審，中介幫我挑起一部分責任來，你中介沒做好，我這樣還追你中介責任，這第一個。第二就是你把整個立法精神讀完，你把這19條，這些文字不多，19條讀完之後，你發現它立法精神只有一項，我就是嚴控出境。換句話說，我能不讓你出境，我就不讓你出境，這立法的基本精神。所以跟我們講的什麼遷徙自由什麼的，那是完全相違背的。是哦，其實如果聽完老師說了，當然這個法規大家聽起來就是關台灣沒什麼事情啊，因為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哦。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到底這個老師你這樣看完之後，它對於所謂的外國人對台灣有影響嗎？好，你把這法律讀完之後，你發現從頭到尾它的那個管束的對象呢，好像是中國公民。對啊，你就說我不是中国公民就沒關係了。那請問一下，從中共角度來看，香港人是不是中國公民？是啊，是因為中國香港，對不對？所以你覺得香港人受不受管制？一定受管制，這第一個。好，第二，你說你是台灣人，
你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拿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以中共來看，你覺得他管不管得到你？他說你是中國台灣，所以當然還是我自己所管轄的啊。所以这個大家自己要拿捏，我不能給你一個確切的答案，但大家自己要拿捏。那你說只管中國人，他不管外國人？我舉幾個例子給你聽，就是最近這幾年，別的不要說，光是外國企業的高管在中國境內被刁難之後不准出境的案例呢，我不能說比比皆是，但至少發生多起。我隨便讀給各位聽。美國的非常有名的風險諮詢公司叫德安華，英文叫 Kroll，K-R-O-L-L，Kroll。他駐香港的常務董事一個叫 Michael Chen 的，在2023年呢，在出差就被扣留，限制出境。當局要求他協助調查一個幾年前的舊案，那現在下落呢，結果呢還不是很清楚。這第一個。第二，野村證券 Nomura 的一個高管，他應該也是華裔，叫 Charles Wang Shen， 中文名叫王培忠，他是香港國際，他是野村國際的香港分部的中國投資銀行的業務主席。2023年9月份，進了大陸之後呢，限制出境，據說跟包凡案有關係。好的，第二案例。第三更有趣了，美國的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銀行高管毛成月，看起來也是華裔的，他是美籍公民，是富國銀行的貿易融資業務的高管。然後2025年呢，他說涉及什麼刑事案件，然後最後把他扣住了。這個案子發生之後呢 ，Wells Fargo 銀行呢有一段時間呢禁止他的高管呢進入中國大陸。好，台塑集團，台灣台塑集團。高管2024年9月份飛上海浦東機場，遭到盤查跟邊管，或者叫禁管，沒法離境。然後有愛爾蘭的這個飛機租賃公司呢 ，Minair， 他的一個董事叫做就是白人了 ，Richard O'Halloran， 他2019年到大陸去就被扣了3年，白人他沒有直接牽涉犯罪，他們是講他沒有牽涉犯罪，但是因為他牽涉到犯罪的人，他自己本人沒有犯罪，他們要協助調查，一扣了3年。再來是新加坡，這個前一陣子我們也提過，他們不是美國在大陸呢有一些諮詢公司，他不是做那個 due diligence 嗎？然後查這東西嗎？像這個Mintz Group 叫美資明或美思明的一個高管。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貝恩公司的高管，還有凱盛榮英的這個高管，那麼有多名呢涉及這些什麼盡職調查人呢？第一呢，他們公司被審查；第二，有些這員工被扣了，尤其是華裔的員工呢，或者長得像黃種人員工呢，基本被扣，甚至有些外籍人士呢被扣。那你說這些都被扣了啊？我要提醒各位，這些不是中國公民啊。那另外有2個案例更有趣了。一個是銅鑼灣書店，之前的那股東嘛叫桂民海，他已經規劃成瑞典籍，就後來有事情回大陸去，被扣下來，扣了之後呢，瑞典籍嘛，照理說瑞典的這個使領館呢，後來關起來，後來保護他。過沒多久呢，你看到桂民海上電視，公開宣告放棄瑞典籍，回歸中國籍，接受中國法律審判。這是已經入籍的。然後最近呢，就這幾天，在這個網絡上傳的，有規劃日籍的華人商人，在日本已經生活13年，創立了公司，資產到達8000萬人民幣，8000萬人民幣，結果呢，回大陸去被扣，然後要求他上電視，放棄日本國籍。恢復中國國籍，接受中國法律審判。所以我在說什麼呢？我在說就是，雖然這個法律管的是中國公民，你以為你入籍外國了？對不起，在他看起來，你隨時隨地可以恢復中國公民身份。那如果連已經規劃外國籍的瑞典籍或日本籍的中國公民，中華裔都可以再恢復中國籍的話，台灣人要進到中國籍太容易了吧？對不對？所以我再提醒各位，台灣朋友、香港朋友，好好讀讀這個新的規定。
對你呢一定有影響。不要說進到大陸，香港、澳門呢，同樣包括在內。另外就是跟大陸關係特別好，有引渡條約那些，你覺得你有點危險的這些國家呢，你都不要去，甚至不要去轉機。這點呢，千萬注意。大陸的法律觀念跟我們是很不一樣的，你不要用台灣的觀念，用文明社會的觀念呢去理解大陸，那樣子呢會害到你自己，所以千萬小心。是哦，其實這段期間中國的這些所謂許多的高壓的一些制度，不管是對於他自己的國民，或者是對於境外的部分，很明顯哦，在這部分是加強。而且其實以台灣來說，因為在樣態上又在很特別的狀況之下，之前我們中華民國陸委會也對外公布，從2024年1月1號到2026年7月9號。台灣總共到中國去失聯的有157位，被這個留置盤查有30人，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有198人，總計有380多。所以我覺得說來非常的諷刺啊！所以你看到包含美國、加拿大啦、英國啦、澳洲、紐西蘭、日本等等，事實上他們也提醒他們民眾，特別是這些國安法啦、這些反間諜法。開始同樣的，我們今天只談一部分。事實上，之前看我們的節目都有鋪陳，它一步一步不斷的在緊縮、在加劇哦，這真的是大家不容小覷，必得要好好來關注了。那今天也謝謝明老師哦，很清楚的把這個法規很熱騰騰的，因為我其實在台灣朋友很多正在討論，但大家只多是沒看過這期節目，會覺得那只是在規範中國的人民，但顯然可能不止如此哦，還是提醒大家必得要注意一下。那喜歡我們這期節目，同樣歡迎大家幫我們轉傳、按讚、分享給更多的好朋友。再次謝謝老師，謝謝，感謝大家。對，老師，我突然想到，其實中國有幾波這種所謂的我們一般的膽偷渡啦，這種移民當時對潤這種潤，如果我們談是有些是正式的手段，像比方說北韓，他要潤也很難，他幾乎就是逃跑，對，就是說偷渡。在中國，當然他現在覺得我們經濟這麼好，在全世界，對不對？整個經濟體制那麼好，他們當然很難想象頂多潤想辦法找管道，正式的管道，就像剛剛講的中介的公司。但我在想，它緊縮到過頭之後，會不會產生未來真的會有更多偷渡客？因為它緊縮讓你沒機會了。其實大陸出現過幾波這種所謂外逃潮或移民潮。第一個就是他剛剛建立政權沒多久。那時候在1950年之前呢，他還開放了，讓大家去出去，這是第一波。第二波呢是那個文革前後，文革之後，那是很大一波出去。然後第三波呢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之後呢，哪些人出去最多呢？高幹子弟，高幹子弟出去最多。然後到了這個差不多2000年、2000幾年之後呢，慢慢有一些商人或資本家出去，因為他。改革開放得意了嘛，他有很多錢。政府呢，在2014年，我記得很清楚，鼓勵那些有錢的人呢，到海外去，他叫什麼？購買或併購有價值的資產。這些是对啊。那時候不是說這個外匯存底到了這個3萬多4萬億嗎？我們錢太多了，所以花一下，很多人就出去了。我聽到人跑出來講說。國家這個給你跑，給你帶錢跑，你還不跑，你什麼時候才能跑？就講成這樣子，我聽到有點瞠目結舌。好了，那先回頭去。後來我在別的地方跟朋友聊天，他說很正常啊，很正常啊。在那地方大家都曉得共產黨不可靠，那想說哪一天共產黨突然間又醒過來了，又變成共產黨的時候，你怎麼辦？那現在的樣態現在對，所以趁着他現在犯糊塗的，你趕快能跑就跑，然後能捲就捲，然後就跑掉了。好了，那後來有人就講說，對啊，現在我們出來了，我們出來了，你看有多少潤進去了，對不對？一句話就講完了。跟我講話這些人呢，基本上在大陸上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譬如說我不能講名字，我就講他住的地方。他說他住的地方離央視大褲衩非常近，眼睛就可以看到，就走路幾分鐘就到，他就住在那個區塊裡面。他人在外面，所以另外還有一些這個更具體、更敏感，我就不說了。那麼也就是他們對那裡面情勢非常清楚，所以這些能走的都走了，或者說吧，這個是看得清楚的，那能走的先走了。有些是捨不得，有些覺得說這個，有些跟我講的更直白，他說我現在錢還不夠，
等我撈到夠的時候我再走。他就跟我這樣講的，我真的我聽完之後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所以大陸一天到晚在宣傳上吹噓這吹噓那，我說光是我聽到這東西啊，我就可以把這些基本上可以逐條反駁，只是有時候一反駁的時候，會不小心把那人的背景抖露出來呢，有點尷尬。所以有的時候我就保留了幾分，我很模糊的講了一下。但是從我這些我們叫什麼微言大義呢，大家應該听出了其中的味道了。北韓不是脫北者嗎？你聽到多少脫南者？所以這個大概是我覺得在中國，我覺得內部來說這些緊縮，也許現在是溫水在煮了，沒有什麼特別感覺，但看起來它的方向並不是一個我們期待樂觀的一些方式。其實從這件事你也知道，這中國它事實上越走越保守越回去，它當然不會是我們認為，我們反而是希望更為開放的樣態。這真的已經越來越南轅北轍了。是，再次謝謝老師，感謝大家。謝謝。你說的對，將來一定出現好玩的，都是要偷渡哈，都開始從哪裡跑，從哪裡走，走到什麼，到假裝到西藏，到什麼邊境旅遊，然後到越南邊境，然後崩的山海關那邊就雲南那一帶，對，就是我就說他想辦法就翻了，我也覺得他們現在覺得不用，好像還有一點寬鬆讓你走。那邊接連的國家接壤国家3個嘛，越南、寮國、柬埔寨嘛。